如果前面提到的那些方式是可以让你赚钱的手段，那就是可以让你实现暴富的路径。你可能听过上百种在网络上赚钱的方法，有人说做电商，有人说卖课，有人说靠 TikTok 就能赚好多钱。那究竟哪种方式最适合你，并且真的能赚到钱的呢？今天我会分析15种网络赚钱的方式，并且分享哪一些我自己亲身试过，有哪一些是真的让我赚到了钱，以及每一种方式适合哪一些人。其实网络赚钱方式本质上分成5种类型。第一种，产品型，你靠的是卖某种产品，不管是实体产品还是虚拟产品。第二种是服务型，你靠技能或者劳动力，又或者说是你的时间去换取金钱。第三种是内容型，你靠创作内容去吸引粉丝，建立信任而变现。第4种是联盟型，你通过帮别人去卖他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拿佣金。第5种是平台型，你通过提供一个平台，又或者是提供一个工具，搭建好一些基础设施，让别人可以在你搭建的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他们的产品，或者是销售他们的服务，又或者是销售内容。那首先我们来聊一聊最常见的一种产品型的赚钱方式，而产品型里面最主流的就是卖实体产品，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电商。老观众应该大概知道，我从大学开始就做电商，当时呢是在 eBay 上卖手机壳，然后我就把平台转战到 Etsy。那现在我主要做的平台呢是独立站，所以我个人对于电商也算是有一点点经验。老实说，我不会推荐新手一开始就做电商。虽然我的频道是讲电商的，观众也大多数是对电商感兴趣的，但是我必须要很坦白的讲，这条路是真的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卖实体产品它是一个很长很重的链条。我们在这里先假设你不是通过 POD 或者是 dropshipping 的模式去销售实体产品的话，那你就需要进货，那就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如果你做的是跨境电商，那就要处理国际物流、仓储等等这些问题。等产品准备好了，仓库也搞定了，假设你已经选好了销售渠道，不管是在 Amazon 还是在独立站还是虾皮还是其他平台，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才到了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营销。现在流量获取成本是非常的高的，当然如果你非常会做内容的话，你非常有创意，那不可否认也有很多个案例是通过一条 TikTok video 就卖爆的案例，但老实说那个需要技术、创意还有运气，而且内容分发主要取决于平台，而且创意也很难标准化，所以是很难复制的。那好，就算你影片爆了，客人下单了，接下来还有物流配送、客服处理、退换货的问题，所以你应该可以感受到，这是一条非常长、涉及到非常多环节的链条，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力、资金，最好是你有一个小团队。那为什么我先不说 POD 和 dropshipping 这2个模式呢？是因为通过这2种方式卖实体产品，没错，启动成本很低，但也决定了它的天花板也比较低。所以如果我们这里说的是你自己掌握供应链，自己参与到产品研发、设计这种类型的实体产品创业的话，一旦你把每一个环节都搭建好，建立起自己的品牌，那规模和回报也是非常惊人的。如果你有资金、有经验、有团队，并且愿意走长线建立品牌，那么这个模式的天花板是非常高的，你可以通过被收购甚至是上市的方式去获取巨额的回报。所以在这边我会把卖实体产品这个方式放在起度难度中高，同时天花板也很高的这个位置上面去。第2种网络赚钱方式，销售虚拟产品，比如说电子书啊、各种模板啊、笔记啊，甚至是表情包等等，这些就是虚拟产品。拿我自己来说，很多电商教学影片的描述栏里面呢，我都会放上我自己整理的课件或者是表格，这些就是虚拟产品的一种。那虚拟产品最大的优点就是做一次可以重复卖很多次，它不像实体产品那样有库存、有物流的问题。一旦你把内容制作好，那几乎就没有任何的边际成本了，只要有人购买，你就会持续产生被动收入。而且如果你是自己制作的话，那投入的主要就是时间还有你自己的专业知识，当然你也可以请别人帮你制作，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一定要确认你拥有最终的版权和商用授权。那虚拟产品它有什么缺点呢？缺点就是它前期制作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内容要足够好才能持续卖得动。再来就是现在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当大家都能用 AI 工具用很快的速度就做出模板、写出内容的时候，产品的同质化问题就会非常严重。所以这个时候比的就是你的 IP 和信任感。换句话说，为什么观众会买你的电子书而不是别人的呢？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你在这个领域讲的话是有分量的，愿意为你的经验买单。所以我会说，虚拟产品最适合的就是有特定领域专业又有一定观众基础的人。这种模式启动门槛不高，风险也小，非常适合艺人创业，所以我会把它放在启动难度中低，同时天花板低于实体产品的这个位置上面。
今天分析的第3种网络赚钱方式，线上课程。你可能会问，线上课程不就是虚拟产品的一种吗？严格来说是的，它确实是属于虚拟产品的一种。但我之所以要单独拎出来讲，是因为线上课程的本质，它不只是卖一个产品，它更像是提供一种服务。线上课程它有明确的教学目标，甚至可能包含答疑啊、社群互动啊、进度陪跑等等的服务。也就是说，线上课程的性质介于知识产品和顾问服务之间，而这种带有培训性质的产品和单纯卖电子书模板是不太一样的。刚好我自己也有经验，几年前我曾经和一个线上教育机构合作，推出过一套电商课程，每门课大概有8个单元。我当时呢是每周录1到2节课，光是内容制作我就花了1个月。另外平台方它还需要后期制作完善才能上线这个课程。那线上课程它的优点呢是单价高、利润大，对建立个人品牌非常有帮助，但同时它的启动难度也不小。你不仅需要花时间制作内容，更重要的是你得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的经验和说服力。因为之所以有人花大价格买你的课，是因为他们相信你的经验值得那个价钱。所以我会说，线上课程比较适合那些在某个领域有专业知识，并且真的愿意投入时间认真整理教学内容的人。如果你内容做得好，大把的教育机构和平台会主动找上门帮你推广和分发内容。但是因为售卖课程是跟你个人 IP 是强关联的，你就是产品的一部分，所以也制约了它的天花板。在这里我会把线上课程放在启动难度中等但天花板也中上的这个位置上面去。今天要介绍的第4种网络赚钱方式 POD 按需定制 Print on Demand。 其实刚刚在讲实体产品的时候有简单提到，但为什么我要特别把 POD 拿出来单独讲呢？是因为它虽然本质上还是销售实体产品，但它的运作方式、风险结构和启动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简单来说， POD 就是一种低成本去启动的电商模式，你不需要备货，不需要仓储，客人下单后才由工厂去生产寄出，完全不需要你自己积压库存。这个模式的关键在于2件事情，第一个是你的设计能力，第二个是你的营销能力。我在频道过去的很多条影片都有详细讲过 POD 的操作流程，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点击描述栏回看。那 POD 的优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启动门槛低，几乎可以零成本就开始。第二个是不需要进货，不需要压库存。第3个优点是现在有很多 AI 工具都可以帮助你快速做出设计，即使你不是专业的设计师，你也可以入门。所以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新手入门的模式，尤其是那种喜欢创作、对设计有兴趣、有审美的人。但 POD 的缺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因为启动简单，所以市场上的竞争是非常激烈，再加上你的产品是经由第3方的工厂去生产还有发货的，所以品质和交付的时间你无法完全控制。这些问题会直接压缩你的利润空间，也让你很难去建立真正的品牌。换句话说，你很难掌握商品，也很难掌握用户体验，所以这个模式的天花板是相对低的。总的来说， POD 适合那些想入门试试看电商的新手，但不太适合当做一个长期的品牌和事业来经营，所以我会把它放在启动难度低、天花板也低的这个位置上面去。那产品型的最后一种形式是 SaaS， 也就是 Software as Service， 软体及服务。简单来说，就是把原本需要下载安装的软体变成线上就能使用的服务，通常采用订阅制来收费。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工具其实很多都是 SaaS， 像是 Notion 啊、Canva、Dropbox 等等。这是我还没尝试过的产品型模式，原因是它的门槛比较高，不仅仅是技术门槛，还有包括资金、人力、维护、服务器成本，还需要持续的更新和维护。所以这种模式比较适合有技术背景的人，或者是能找到技术合伙人，擅长发现问题、用软体解决问题的人。虽然它的启动难度高，但 SaaS 模式的优势是订阅制可以带来稳定的、可预期的长期收入。软体一旦开发完成，它的边际成本是几乎为零，每多一个用户，它的成本是几乎不会增加的。最重要的是，它能形成网络效应。用户一旦习惯了用你的系统，把数据啊、流程啊都绑进来以后，要换别家就会非常麻烦。所以我会把它放在启动难度高，同时天花板也非常高的这个位置。那不管你是用哪一种方法在网络上赚钱呢，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先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掌握了流量和数据？很多人现在靠 IG 啊、TikTok、YouTube 吃饭，但这些账号的所有权其实不在你的手上，在平台的手上。只要演算法一改，甚至账号被封，你辛辛苦苦积累的一切可能瞬间归零。我自己就吃过这个亏，我曾经有一个 Facebook page， 还有一个 IG 账号，各有几千个追踪，但是有一天突然被封了，我也不知道原因，然后我申诉了2个多月都没有下文。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最重要的观众和资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平台就像租的房子，房东说涨租甚至不租给你，你都没有决定权。所以拥有自己的网站就像拥有自己的房子一样，
你的品牌、流量、数据都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也是为什么我要介绍今天的影片赞助商 Carways， 它是一个全托管的云端主机平台。重点是你不需要会写程式码，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自己建立自己的网站。那我这里快速示范一下我怎么用 Carways 去建立一个网站。那首先我们进入到 Carways 的官网之后，在右上角点击 Start Free， 接着填写基本资料，比如说名字啊、email、密码等等。那如果大家是通过我在描述栏的连接登录的话呢，又或者是在 Promo Code 这一栏目输入 PC30， 那你的前3次付款都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那我们注册成功之后，在右上角点击 My Account， 在左边这里找到 Payment and Address， 然后我们填好付款的资讯。完成之后，我们在左边这里找到 Add Server， 第一栏 Application 应用这里，在大部分情况下面，我们直接选最新的 WordPress 版本就好。那么前面3栏这里只是给自己识别用的名称，是不会公开的。然后我们需要选择云端服务商。那 Carways 它提供5个服务商。那如果你是刚开始的话呢，可以选择最便宜的方案。我自己测试过 DigitalOcean 是最便宜的，每月14美金就能用。那 Location 地点这里选择距你的目标客户最近的地方。假设你的客户在台湾，那你就选台湾。那么如果这里没有台湾这个选项，那你就选比较近的，比如说日本。那假设我的目标客户是在美国，那么在这里我就选择旧金山。最后点 Launch Now，等个大概7分钟吧，那我们的主机就架好了。接下来就是连接域名和主机。那域名需要使用类似比如说 GoDaddy 或者是 Namecheap 这类平台去购买一个域名。那如果大家想看一个完整的从0到1去做一个网站的影片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在之后我会出一个更加详细的包含所有步骤的一个教程。那在这里，其实 Carways 已经分配了一个随机的域名给我们。我们在 My Application 的后台这里点击进去，可以看到这个随机的网址。其实我们通过这个随机域名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还没装修的网站。接下来在 My Server 这里点击我们刚刚建立的主机，点进去。在第一行这里找到这个 Public IP， 点击右边复制。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到我们购买域名的网站，在域名平台的后台设置那里找到 Advanced DNS， 选择 Add New Record， 然后选择 A Record， 在 Host 栏目下面填 Add， 然后在 Value 栏粘贴上我们刚刚在 Carways 主机复制的 Public IP， 然后再新增一条 A Record， Host 填 www， Value 栏同样的贴上刚刚复制的 Public IP。那保存后呢，需要等待 DNS 更新。那 DNS 更新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网络的地址本。你的域名，比如说 www.123.com 是人类好记的名称，但电脑之间沟通呢，它是用的是 IP 地址，比如说 123.45.67.89。那 DNS 的工作呢，就是把域名翻译成对应的 IP 地址，这样当人输入网址的时候就能找到正确的伺服器。所以当你在域名后台新增或者修改了 IP 设定，比如说刚刚的这个 A Record， 这个资讯需要同步到全球各地的 DNS 伺服器。那因为全球的 DNS 节点很多啊，每一个节点更新速度都不一样，所以可能需要几分钟到24小时才会全部生效，通常情况下是几个小时就会好了。那其实就好像你搬家换了一个新的地址，在这里就是换一个 IP。那你去户政事务所报到之后呢，这个资料需要送到全国的警局啊、邮局啊、快递系统等等，这个就是全球的 DNS 节点。所以在更新完成之前，那有些人查你的地址还会跑去旧家，就等于说你的旧的 IP。那有的人呢，就已经可以来到新家了，这个就是你新的 IP。所以等全国的系统都同步之后，大家输入你的门牌号，也就是你的域名，才会正确的去找到你的家。我们可以用这个网站来检查域名是不是已经连上主机了。那等 DNS 更新之后呢，我们回到 Carways 的后台，在 Application Management 应用管理这里找到 Domain Management 域名管理，把主域名和子域名都加进去，比如说 www. 北等城
.me 和背冷成 .me 这两个就是主域名和子域名，其实就好像一个房子有两个门，一个正门一个侧门，那你把主域名跟子域名都输入之后呢，就是确保客人无论是他开车开到正门还是他开车开到侧门都可以正确的进入到这个房子一样。那如果之后我们网站的访问量大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进行升级，在 Carways 后台这里左边找到 My Server， 选择要升级的主机，在左边找到 Vertical Scaling， 然后选择你要升级的容量，选好之后点击 Scale Now 就可以了。那如果之后我们不想用这个主机了，要取消也很简单，在左边找到 My Server， 点击要取消的主机，右面有3个点，很简单就可以找到 Delete 删除这个选项了。那我为什么喜欢 Carways 呢？是因为它采用先使用后付款的这个模式，所以启动门槛就变得很低。后期根据你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可以很简单的在后台可以升级账号。那如果你在注册的时候遇到账户暂时无法启用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查看你的邮箱，你应该会收到一封启用信，只要点那个链接，你就可以立马启用你的账号了。那 Carways 它有几个我自己觉得非常实用的功能，第一个就是它可以自动帮你备份资料，所以哪天就算是不小心操作错误啊，或者是出现问题，也可以很简单的就一键还原。第二个是它内建 CDN， 所以加载速度直接加快。第三点是它有提供免费的 SSL 凭证。那 SSL 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网站从 HTTP 变成 HTTPS， 所以它的前面会显示一个小锁这样的标志，这个代表年限是加密的，所以访客输入资料的时候就会更加安全，也比较容易在 Google 上面排名靠前。最后停用也非常简单，不会有什么绑约啊或者是解约的麻烦。那如果你有兴趣使用 Carways 去架设自己的网站的话，连结在影片描述栏处，使用我的折扣码，前3张账单都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服务型的赚钱模式，也是今天分享的第6种网络赚钱方式。所谓服务型，就是提供像设计啊、影片剪辑啊、写作等等这类技能型的服务，你把自己的时间和专业提供给有需要的人，赚取收入。这类模式我也算有不少经验，我在做电商的时候经常会外包这类工作，尤其是在 AI 工具还没出现之前，不管是产品图拍摄啊，还是部落格文章，我几乎都找过外包来帮忙。这个模式的优点是，第一，几乎零成本启动，你只需要一台电脑和网路；第二点是风险极低，你的成本就是你的时间和技能；第三点是时间很弹性，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时间去安排接案。但是这种模式也有明显的限制，那就是你是在用时间去换钱，除非你成立自己的 agency， 把流程标准化，请团队接案，不然你一个人一天就只有24小时，能做的工作量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容易规模化，你今天不工作就没收入。它不像刚刚提到的虚拟产品啊、线上课程，能够做到做一次可以卖很多次。因此我会把这种接案型的服务放在启动难度低，但同时天花板也比较低的这个位置上面去。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它几乎没有风险，你可以一边赚钱一边学习一边积累经验。对于刚起步的人来说，用技能换取第一桶金，再慢慢转向产品型或者是规模型的商业模式，是很多创业者都走过的路。那服务型的第2种，也是本期影片介绍的第7种网络赚钱方式，是虚拟助理 Virtual Assistant。 我自己其实也请过不少的 VA， 尤其是来自菲律宾的虚拟助理，协助我处理很多琐碎但是有必要的任务，比如说回复电商客服啊，整理一些资料啊、资料录入等等这一些秘书型的工作。这种模式和刚刚提到的接案型服务有点像，都是靠时间与技能赚钱，但稍有不同的是，接案型的服务通常是输出专业创作型的内容，而 VA 呢更多是提供一些行政资源啊，或者是后勤的协助，性质比较像是远端的秘书。那它的优点很明显，就是门槛很低，只要你具备基本的文书处理能力，会用电脑就可以开始接案了。但同时它也有几个明显的限制，那就是起薪普遍是偏低的，尤其是在东南亚外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面。第二个是它被 AI 取代的风险是很高的，现在很多基本任务像是资料处理啊、排行程啊，其实 AI 都能做到。那你可能会问，既然 AI 都能取代，为什么我现在还是会雇佣一个 VA？ 因为现实是这样的， AI 工具虽然很强大，但如果我不请 VA 的话呢，等于说我自己要去测试啊，设置一堆不同的 AI 工具，还要花时间去调整。其实一个更恰当的比喻就是，既然有汽车，为什么我们还要请司机呢？就是因为还是需要人去驾驶，是吧？当然
现在有自动驾驶，那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是在未来。但是至少在这一刻，我们大部分人还是需要自己去驾驶。那这个时候司机就很有必要，就如同这个 VA 一样，其实跟司机是一样的。有可能他以后会被一个很全能的 AI agent 去取代，但是至少目前 AI 工具依然强大，但依然还需要有个人去设置这些 AI 工具。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懂得怎么用 AI 工具的 VA， 会帮助我建立自动化的流程啊，那就很加分，你就暂时不那么容易被取代。另外，很多时候 VA 扮演的角色呢，其实是有点像远端助理加情绪支持的混合。当你每天都在跟一个很熟悉、负责任的人对接的时候，这种信任感和情绪价值是 AI 暂时无法取代的。所以我会说，这个模式非常适合刚起步、想要零成本使用网络赚钱的新人，尤其是细心、有责任感、擅长语言沟通或者是协作型服务的人。我会把虚拟助理这个模式放在启动难度低，同时天花板也较低的这个位置。第8种网络赚钱的方式是程式开发接案。我自己在经营电商的过程当中呢，就曾经外包过前端工程师去帮我优化网站速度啊、修复 bug 啊、调整前台设计等等这类工作。这类型的工作本质上是属于高技术门槛的接案服务。过去这类技能非常的吃香，但是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 AI 工具的快速发展。现在有很多工具都可以让你通过对话的方式就帮你写出一段可以运行的程式码。但话说回来啊，简单任务 AI 可以搞定，但复杂专案还是需要有经验的开发者来处理。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No Code 或者是 Vibe Coding 的工具，但真正要把一个产品做得稳定、可以拓展，还是需要有深度经验的工程师来把关的。我个人觉得，在未来更有价值的一种角色是那种既懂得技术又能理解客户需求的人。总结一下，这个方式的优点是技术含量高，所以收费也高。那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在接案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需求，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灵感来源，可以进一步的去思考有没有机会做成一个 SaaS 的产品或者是平台型的产品。而这个赚钱模式的缺点呢，就是你需要不断持续的去学习新的技术。另外就是客户的沟通成本比较高，尤其是当对方不懂技术的时候，那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些误解。整体看来，我会把程式开发接案放在启动难度中高，同时天花板也是中高的这个位置上面去。第9种网络赚钱方式是社群媒体运营。我自己也请过很多外包去帮我管理社群账号，但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了，还是需要我们内部团队来做我才安心。因为在这个时代，社群运营有时候甚至比产品本身还要更加重要。它不仅仅是发个贴文这么简单，它本质上其实是品牌的延伸，也是一种很深层的行销。现在虽然很多 AI 工具都可以帮你写文案啊、产出图片啊，但问题是策略和呈现方式才是关键。我们越是进入一个内容爆炸、AI 垃圾内容横行的时代，大家就越来越渴望那种有品质、有观点、有情感连接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社群运营这个工作越来越重要。它不仅仅是发内容，而是在帮品牌说故事、建立信任、与观众互动。那如果你是一个平常就很喜欢玩 IG 啊、TikTok 啊这种社交平台的人，并且对内容的呈现有想法，那我觉得这一条路其实也非常值得去走。因为你可以先帮别人经营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开始积累经验，然后慢慢的可以发展到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甚至是出一些课程、接顾问案子，发展空间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会把社群媒体运营这个模式放在启动难度低但天花板中高的这个位置上面。那服务型的最后一种，也是本期影片介绍的第10种网络赚钱方式，就是提供顾问或者是咨询的服务。我自己平常呢也有提供电商的咨询服务，同时我自己也是顾客，我有找过像 Life Coach 人生教练这种顾问服务。这种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2件事情，第一个是你在某个领域里面积累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第二个是你与人沟通、倾听跟引导的能力。尤其当你的顾客本身来自于那种高客单价的产业的时候，那你的咨询收费可以非常的高。但话说回来，顾问服务的本质还是时间换金钱，你每谈一次1对1服务一次，就需要投入1次的时间与精力。这种模式不太容易规模化，除非你将内容产品化，或者建立团队，或者是建立你自己的个人品牌。另外，这条路还有2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你需要有实力、有结果，让人相信你说的不是理论，而是经验。第二个是你需要有曝光和信任感，不管是透过内容、社群还是推荐，总之得让人找得到你、信任你。而且你面对的客户有可能是高阶决策者，这种沟通不仅仅是输出知识而已，还包含倾听、提问、理解问题的本质。其实这是一种深度对话的能力，它非常适合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的专业人士来做个人品牌的变现、价值的放大。所以我会把咨询服务这个模式放在
在启动难度中高、天花板中的这个位置上面去。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了第3大类型的网络赚钱方式——内容型模式。简单来说，就是靠创作内容来吸引注意力、累积粉丝，然后实现变现。而内容型又可以依据媒体形式分为3种。那我们就先讲当下最热门的一种影片内容创作，也是今天介绍的第11种网络赚钱方式。不管你是做 YouTube 长影片，还是 TikTok、Reels 这种短影音，本质上都是透过影片获得注意力，然后把注意力变成收入。那你既然看到这里，那也不难猜到我自己就有很丰富的这种类型的经验，所以我也想分享一些我自己亲身的经验。老实说，影片应该是所有内容形式中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是多维度的表达形式，不只是要顾画面，还有声音、节奏、脚本、剪辑，甚至是字幕、音乐都会影响观感。虽然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技术门槛比以前低了很多，但也因为门槛低，所以竞争反而更加激烈。想要从这么多的内容当中脱颖而出，你需要懂平台的算法，懂得观众想要看什么，要提前规划好内容，有企划力，要执行力等等等等。那影片创作者的变现方式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广告，像 YouTube 只要达到一定的门槛，你就可以申请成为 YouTube Partner， 然后就可以开始赚取广告的分润。那我自己也有做过一支影片专门去讲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描述栏去观看。第二个就是品牌合作，那我刚刚其实也示范过了，品牌会付你钱，要你帮他们介绍产品或者是服务。这种合作没有固定的价格，关键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谈判，以及品牌在意的是什么。有些品牌在意的是曝光，有一些要的是销售转化，有一些单纯就是看重你制作的内容质感。现在越来越多的品牌，它反而是不看粉丝数的，反而是越来越看重内容和创作本身。很多粉丝只有几千、几万的创作者，其实反而更受欢迎，因为他们的作品精致、风格明确，而且收费也相对比较合理，对品牌来说非常有吸引力。那我自己呢，也经营过营销 agency， 我通常会建议客户找这种小而美的创作者去合作，因为我们要的不是粉丝有多少，而是你能不能帮我们做出好的内容。那么影片创作的第3个收入模式就是付费内容，像是 Patreon 啊、YouTube 啊都有会员功能。简单来说，就是让观众去付费就可以解锁更多的内容，其实就是媒体的订阅制收入模式。当你积累了一定的观众之后，其实变现的方式会越来越多元，不管是实体产品、虚拟产品，还是线上课程、联盟行销、付费社群、顾问服务等等，这些都能透过你的内容和影响力实现转化。那影片创作这条路的缺点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前期的收入是很少的，甚至是零。你可能一个月拍了4支影片，花了几十个小时，观看量才几百，收益甚至不够你去吃一顿比较好的饭。而且你也不能控制演算法，今天推不推你的影片不是你说了算。不过影片创作模式它的优点也非常明确，第一个就是一旦你建立了个人 IP 和观众的信任感，后期的变现管道是可以非常多元化的。第二个就是可以变成艺人公司，打造自己的品牌。长期来看，社交货币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资产，所以我会把影片内容创作这条路放在启动难度中，但是天花板高的这个位置上。接下来第12种网络赚钱方式，文字形式的内容创作，像是部落格啊、电子报等等，这其实是最早期的网红变现形式之一。在影片、短影音出现之前，博客就是互联网内容创作的主流。挑战在于现在的内容太多了，大家的注意力也越来越碎片化，要让读者真的愿意停下来、静下来看完一篇文章，比以前难很多。这就代表你的文字内容一定要有价值、有深度，或者是有独特的风格，才能脱颖而出。那我自己也有经营电子报，目前是以周更的方式发送，内容呢是一些深度的电商案例拆解，我自己的创业经验还有思考，还有就是 AI 工具的推荐和教学。那文字形式的内容创作最常见的变现方式就是联盟行销，像是写产品的测评啊、攻略教学啊、资源整合，只要有人点击你文章里面的链接并且购买，就可以获得佣金。那这部分我会在后面讲联盟行销的章节里面再深入的分享。那文字型创作有哪些挑战呢？第一个是成长比较慢，不管是 SEO 搜索流量还是从其他社群平台导流，都是需要时间的。第二个就是需要长期稳定的输出高品质的内容。那第三个挑战就是 AI 发展非常迅速啊，写作型工作者越来越容易被替代，除非你有明确的个人观点或者是风格。所以我认为这条路最适合的人是：第一，喜欢写作有耐心的人；第二个是善于逻辑思考、知识整理，还有热衷于观点输出的人；第三个是想要建立个人 IP、长期的经营内容资产的人。整体来说，我会把文字型内容创作放在启动难度低、天花板中的这个位置上。
那第13种网络赚钱方式是音频内容创作，目前最主流的形式就是 Podcast。我自己也是一个 Podcast 的重度使用者，平常做家务啊、开车啊、运动的时候几乎都听 Podcast。我自己也非常看好这个媒体形式未来的潜力。其实 Podcast 的逻辑、变现模式和刚刚提到的影片和文字创作几乎是一样的，先透过内容吸引注意力，建立观众的信任，第二个再透过广告、赞助或者是付费内容，甚至是产品导流的方式实现变现。那 Podcast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它是单一维度的媒体，只有声音，所以跟影片、图文相比，更能让观众专注在你说的内容上。这也就意味着你的语言表达能力、说话节奏、逻辑清晰度就变得非常重要。Podcast 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观众的粘性高，留存率好。有一些人可能会一边听一边跑步、开车或者是洗碗，这种陪伴感其实是其他媒体形式比较难做到的。再来就是设备的门槛，你不需要高规格的摄影机或者是剪辑软件或者是电脑，只要有一个收音比较清楚的麦克风，你就可以开始制作音频内容。对创作者来说，这是启动成本非常低的一种形式。但 Podcast 的挑战也有不少，第一个就是它成长速度慢，那不像短影音，它有演算法的助力，多数 Podcast 都是靠口碑慢慢积累观众。第二个是内容门槛其实不低，需要你有话题、有观点，而且能用语言让人想继续听下去。第三个挑战是变现机会需要你有一定的受众规模之后才会出现，所以我觉得 Podcast 比较适合那种喜欢口语表达、习惯长时间输出观点的人，想要打造影响力和陪伴感、建立高信任度社群的创作者。我会把这个模式放在启动难度低、天花板高的这个位置上。今天要介绍的第14种网络赚钱方式，也是我在前面多次提到的一个变现模式，那就是联盟行销。这是目前非常多内容创作者使用的一种变现方式。联盟行销简单来说就是销售别人的产品或者是服务。那流程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你要注册一个联盟平台的账号，比如说像 Amazon 它就有自己的官方的联盟，还有像 Impact 等等这些联盟计划。那当你加入了这些联盟计划之后呢，每个产品或者是服务都会给你一个专属的推广连结，那只要有人透过你的这个专属连结去购买了产品或者是服务，创作者就可以获得一笔佣金，这就是联盟行销。那联盟行销最吸引人的一点呢，就是它几乎是零风险的被动收入来源。其实 Amazon 之所以能这么快的占领全球市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很早期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联盟推广计划，让成千上万的部落格、YouTuber、写测评的这些创作者去免费帮他们打广告卖商品。那大家都很乐意推荐 Amazon 上的商品，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佣金，而这个佣金呢，每个平台或者说每个品牌都不太一样，有 3%， 有 5%， 也有一些 SaaS 的工具或者是线上课程可以高达 30% 到 50% 的佣金。那联盟行销有哪些优缺点呢？优点就是它几乎零成本，不需要备货或者是客服。第二个就是可以配合你原本的内容进行自然的推广。那第三个优点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被动的收入。那缺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的流量不够大，或者是推广客单价太低的商品，那收入可能就会很有限。第二个缺点就是你推荐的这些产品或服务，最后履行的是品牌方，所以你是控制不了那个产品的质量的。那这种模式适合谁呢？我会推荐给以下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平常就有做内容产出，但是又不想自己卖产品的人。第二个就是想建立长期被动收入的创作者。第三个就是你非常擅长去分享、推荐、测评。简单来说就是那种非常会推荐别人种草的人。那有一些小姐妹她可能我用过这个杯子，她讲2-3句话就能吸引其他的小姐妹去买这个产品，那这种人就非常适合做联盟行销。那这边给大家一个建议，联盟行销的成效最关键的不是你推了什么产品，而是你有没有把你的内容、你的受众和你要推荐的产品对上点。如果你分享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在用，你自己真心推荐的，那观众是感受得到的，信任感建立起来，转化自然就会发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就是选一个比较细分的领域切入，然后在这个小领域建立自己的口碑还有权威。比如说你选定母婴类的产品，或者是宠物类的产品，又或者是女性的数码产品，选一个细分的内容入口切入会比较好。那我会把联盟行销这个模式放在启动难度中低、天花板中等的这个位置上。那最后第15种网络赚钱模式，也是今天分享的最后一种，也是我认为天花板最高的形式，平台型变现模式。如果前面提到的那些方式是可以让你赚钱的手段，那平台型就是可以让你实现暴富的路径。我们熟知的 Shopify、Amazon、Shopee、Instagram， 甚至是微信，其实本质上都属于这种模式。
平台型的最大特征就是拥有网络效应，什么意思？就是用的人越多，平台的价值就越大。举个例子，我自己其实是不喜欢微信，很讨厌微信的，但我还是每天在用。为什么？因为我的长辈、家人都在上面，这就是网络效应的可怕之处。当所有人的注意力、社交关系、内容跟数据都集中在某个平台的时候，离开的成本就会非常高。你甚至不是不能离开，而是你不敢离开。这种模式是所有商业模式当中护城河最深的一种。但是谈到这里，你也应该猜到了，平台型的启动难度是非常高的。你不但需要有技术、产品、资金，还要能够解决能启动的问题，打造双边市场，留住早期的用户，还要熬得住漫长的成长期。这不是一个人能做起来的生意，也不是3个月就能看到成果的模式。所以我会把平台型这个变现模式放在今天的图表上面的最右边，启动难度高，但同时天花板也非常高的这个位置上面去。OK， 那看完以上这15种网络赚钱方式，你应该发现一个规律：门槛越高，天花板也通常越高。特别是像平台型的这种商业模式，虽然启动难度大，但一旦成功，回报也是非常惊人的。但天花板最高嘛，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你更应该考虑的是你的技能和经验，你目前手头上的资源，以及你能承受的风险程度。最重要的是，你真正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最想尝试的是哪一种模式？那我会挑出最多人选的一种，拍一支深入教学的影片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想看这一集的文字总结，还有我自己的学习笔记的话，欢迎订阅我的电子报，连接在影片的描述栏目处。我是 Braden 布莱登，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